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房屋面对面，我是王宇田。最近网上有一个消息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说我们在东南沿海起飞了19架歼十飞机，拦截了美国的3架 B-52轰炸机以及它相应的加油机和护航战斗机。双方呢在台湾海峡上空进行了近距离的互动。那么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它意味着什么？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军事专家王云飞老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消息背后究竟有什么问题。其实最近这几天呢，在台湾海峡南口以及巴士海峡，中美双方的战机确实形成了你来我往的态势。其实这个是从27号就开始了，因为27号那天，美国一架 P-8A 飞机从南向北穿越了台湾海峡。当时我们就派出了飞机全程跟踪监视，这个就是第一回合。第二回合呢，当时有网友发现，美国的 P-8A 和 RC-135两架飞机在台岛西南方向出现，打开了应答机。而在那一天，就是28号这一天，中国大陆出动了19架战机，有歼10、歼16等等，也到这个方向来了。所以很多朋友就猜，我们去那么多飞机干嘛去肯定不光是仅仅对这两架飞机吧，用不了那么多。所以有网友猜说，发现当天就是28号当天有加油机在这个地方出现了，这个加油机还打开了应答信号。加油机来干嘛的呢？如果是 RC-135和 P-8A， 大概率它用不上，因为那些飞机它可以巡航10多个小时以上，一般用不到加油机。所以很多人都猜，就是28号这一天，美国就有轰炸机在这个地方出现，可能是 B-51H 之类的。那中国大陆当然要派出我们的战斗机去掩护，因为轰炸机距离我们这么近，你是不是还想穿过台湾海峡？那我们绝对不让你，我们去多一点飞机进行拦截、进行监视，那可能美国轰炸机呢就不可能穿越台湾海峡。实际情况呢也是这样子，就是28号这一天，尽管美国 P-8A 飞机也来了，RC-135U 飞机也来了，甚至说美国的 B-52也来，但是当天是没有一架飞机穿越台湾海峡的。如果这个情况成立，说明我们拦截就成功了。而实际情况不止于此，因为到了3月1号这一天，双方的阵势就更大了。这一天，我们大陆的空军一共出动了21架战机，还有4架另外型号的战机，这个型号没有透露。有人说呢是预警机和电子干扰飞机，而美国那方面呢，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那个监视信号来看，确实有 P-8A， 有 RC-135U， 还有3架加油机。这就令人呢要多想了，3架加油机来干嘛的？网友们纷纷猜测，也包括外国的网上也在猜测，其实当时是美国又来了轰炸机，可能是 B-52， 还有护航飞机。如果对轰炸机护航，一般来讲得有4架以上护航，有1、2架护航一架大型的轰炸机，那是不够用另外，它不光是一架轰炸机，可能有好几架轰炸机，那么这个护航的飞机是多少可能就是3、4个中队。所以中国当天才出动了21架战机，有另外4架保障飞机，还有几艘舰船也在海上出现了。因为舰船在海上出现，特别是在台湾海峡南口出现，它是有对空导弹的。我们的对空导弹像红旗9B 这样的，也可以打200公里对不对？我们就形成了以空制空、以海制空整体的这个对战的态势，就可以取得对峙上的优势。如果这些都是真的话，那这是多少天来中美战机在巴士海峡对峙最大的一次。话又说回头了，为什么在巴士海峡这个地方会出现那么多双方的战机呢？这个大家呢一想就知道，因为巴士海峡对中美双方来讲都太重要了。一个，这是中国未来反台独军事行动的一个主要的出口另外，美国它要从南海方向支援台海方向的军事行动，巴士海峡是必经之路。
同时巴士海峡也是我们潜艇突破到西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通道，所以双方都非常重视巴士海峡。当然了，不管是27号、28号还是1号，都没有发生近距离擦枪走火的事件。也就是说啊，双方在这个地方对峙情况多了之后啊，其实呢也是一个磨合的过程，都会避免发生擦枪走火事件，把冲突升级了。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更需要在这个地方多出现美国轰炸机出现在台岛西南方向第巴士海峡。过去啊我们很少去，但对不起，从今以后来去没有那么方便，必须征得我们大陆空军的同意。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菲律宾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啊，最近美国拿到了在菲律宾9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那么，如果美国的飞机能从菲律宾起飞的话，那么在巴士海峡对我们的制空权的威胁是非常大的。这个呢，也是中美之间战略博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呢，我们在台湾海峡不能光盯着日本、韩国还有美国，实际上呢，菲律宾方面也值得我们重视。好，本期节目我们先讲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下期再见。